你可能認為買樓要花30年去供，每月嘅開支仲大過租樓，淨係計利息都成200幾萬。去到供完嗰陣時，層樓已經舊咗，去到嗰陣時都唔知仲有冇人會想要你嗰層樓。咁做咩仲要搞咁多嘢？又要儲首期，又要去裝修，俾雜費。層樓有咩事上嚟，仲要自己俾錢搞，攞苦嚟辛。做生做死都係為層樓，所以好多人都稱買樓嘅人做樓奴。如果要做90%按揭上會，一定貴過租金成大截。做業主仲要俾差餉，包埋維修開支，仲要預埋層樓喺未來大維修嘅時候要拎一大筆錢出嚟。但係事實上到底係唔係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如果你都好認同我啱啱所講嘅睇法嘅話，就證明你係一個窮人，因為你唔了解一個有錢人要點樣去計呢啲嘅數字。不過唔緊要，因為有錢人同窮人嘅差別只係思維上嘅分別。只要你用有錢人嘅角度去買樓，就知道買樓可以係一個本大、槓桿大嘅賺錢遊戲。只要你操作得宜，一個普通人都可以隨便咁賺幾十甚至過百萬。而當中嘅方法係完全可以被複製。如果你都想知道係點樣操作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了解完整嘅內容。因為我會喺呢條片毫無保留咁話俾你聽，以有錢人嘅思維方式要點去處理買樓計數嘅問題。你就知道買樓其實唔使供30年，買樓每月嘅實際開支其實係少過租樓。你預期呢條片會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嘅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達到財務自由。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喺睇完呢條片之後，都能夠早日成為業主並達到財務自由。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你要搞清楚，樓並唔係一項支出，而係資產。同你平時買衫買食物等嘅消費唔同，喺平時我哋使咗出去嘅錢就係使咗出去，一去冇回頭。但係買樓個概念係並唔一樣，因為喺買樓嘅過程入面，有好多表面上嘅支出，其實只係儲蓄。同時有錢人係會善用人哋嘅錢去變成自己嘅錢，而買樓係一個槓桿大嘅遊戲，係好符合呢一樣嘅條件。喺呢條片，我會用90%按揭買入一個400萬嘅單位自住為例子，話俾你聽，做一個有錢人係應該點樣去計數。首先你要了解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資產與負債，即係你買呢層樓翻嚟，你要首期，即係40萬係你出，而360萬你係問銀行借翻嚟，而買入咗呢一個市值400萬嘅單位，變相你係用40萬就買到400萬嘅物業。既然個市價係400萬，你係可以即時用400萬賣翻層樓出去，咁你就要還翻360萬俾銀行，你就會得到翻嗰40萬。我相信呢個概念你應該唔難明白。喺呢個過程之中，呢40萬只係收咗喺層樓入面，並唔係好似平時使錢咁樣一去冇回頭。當然喺買樓嘅過程之中，除咗首期，你係要俾印花稅、佣金、律師費、雜費同埋借90%按揭，你係要加借按保保費，加埋都成19萬。而且呢啲係你幾乎必要嘅開支，真係一去冇回頭。如果你覺得呢筆開支係好多嘅話，咁你又再次跌入咗窮人思維嘅陷阱。因為有錢人睇嘅係賺錢機會，而窮人只係會睇佢花咗幾多錢出去。如果話俾你聽，你未來可以賺到60萬，你又願唔願意去付出呢19萬呢？翻嚟計數，而家你買入咗個單位，收咗層樓，你就會發現你花咗51萬出去，層樓減負債得翻32萬喺你個袋入面，呢啲錢仲要收咗喺層樓入面，層樓可能仲要錢裝修，要花你一大筆錢，係揾自己笨。好啦，我可以話俾你聽，呢一句一定係冇買過樓，甚至連樓都冇睇過嘅人先講得出嚟。因為買樓同公屋唔同，你係有機會買到有裝修嘅單位。一般喺香港住宅市場上面，有裝修嘅單位個市價係會比冇裝修單位貴幾十萬，而且買唔買入一個有裝修嘅單位，個選擇權係喺你手上。
你應該喺買入之前已經計到你要用幾多錢去執翻間屋，所以唔存在買樓之後要額外俾錢裝修呢一個話題。同時因為裝修係需要時間同金錢，更加要有一定嘅技術，所以冇裝修單位比有裝修單位嘅折價多數都係比你要裝修嘅錢係更加平。簡單啲嚟講，你預期要30萬裝修嘅單位，你喺市場上買係可以平多超過30萬去買呢一個單位翻嚟。假設你買呢個單位嘅時候平咗足足40萬，你只需要30萬去裝修，你更加可以喺裝修嘅過程得到10萬嘅價值。所以你買冇裝修單位係會仲賺得多過有裝修嘅單位。而我所講嘅30萬已經係足夠喺一般上車兩房單位全包兼基本裝修得好好睇睇住得人嘅費用。唔好相信網上嘅資訊話俾你聽要近100萬去安裝大量入牆同度身訂造嘅家私，呢啲只係裝修公司去賺窮人錢嘅方法。呢啲家私不但喺換樓嘅時候冇辦法拎走，而且人人嘅喜好唔同，唔係個個準買家都會中意你嘅入牆家私，所以呢啲嘅家私反而會令你個單位嘅賣出難度增加。專業嘅投資者係可以靠買入平價嘅單位，再控制裝修成本，或者翻新再以高價賣出，呢個係一個賺錢嘅方法。不過呢啲視乎投資者有冇技術、時間、能力同埋現金去處理裝修問題，未必個個人都適合賺呢啲錢。然後你又覺得做90成按揭買層400萬嘅樓翻嚟，喺30年要俾成超過200萬嘅利息，每個月供樓開支都仲大過租，呢啲睇法都只係窮人嘅睇法，因為有錢人會知道錢喺唔同時間嘅價值係唔相同，越長時間之後嘅錢係越唔值錢。唔相信你睇下30年前嘅物價同而家比較係低幾咁多你就知。所以你拎晒未來30年全部嘅利息去比較而家買樓嘅總樓價係錯嘅。正確嘅計算方法係你買樓之後嘅真正開支比較翻市值租金，因為本身買樓最重要嘅就係買咗佢嘅享用權。通俗啲嚟講，就係你買完可以住，而你唔想買又想住，就要俾市值租金先可以住到呢個單位。你睇翻呢一個供樓計算表入面，係會顯示咗供樓入面有幾多係本金，而幾多係利息。去翻呢條片一開始講嘅資產與負債概念，供樓條數入面，本金只係減債嘅行為，即係供樓本金等於增加收咗喺你層樓入面嘅本金，而利息先係你增值嘅開支。當然收咗層樓之後係仲要支付其他嘅雜費開支，但係一個400萬左右嘅單位，差餉連管理費多數每個月都係唔使2000蚊，所以你只需要將個租金減2000蚊，貴過利息開支就已經係俾業主賺緊。同時你要知道我用嘅例子係30年期同90成按揭，同埋依家係一個較高嘅利率去計算，呢一個已經係最貴嘅利息，其實已經係冇咁公平。有好多有實力嘅物業投資者都有能力去做更加低成數嘅按揭，只需要做7成按揭已經可以合法出租。部分屋苑更加對佢哋嚟講係公平過租，所以唔同人去睇同一件事個結果係唔一樣嘅。講到呢度好似講得有啲遠咗，講翻你去做90成按揭還款30年咁樣去買樓，係唔係真係要等成30年咁耐，仲要儲筆錢去做大維修？其實買樓同消費購物唔同，從來都唔顯得你需要去full pay，因為無論你個負債額係幾多，都唔會影響你係業主呢一個事實，所以你都係可以住喺間屋入面。你唔好再相信無債一身輕呢一啲嘅窮人思維。當你買咗層樓之後，供咗10年，當呢個世界係冇通脹，樓價、租金、利率都唔變，你會發現你喺呢10年間不斷嘅還款，你嘅負債額已經得返唔夠285萬，你都會發現每個月還款嘅利息已經減咗唔少，因為喺長時間供樓等於你長期減債。
你要俾嘅利息自然係會越嚟越少，亦代表你做業主嘅時間越長，優勢都會越大。同時，你做咗業主都可以考慮加按套現，以備你不時之需。你仲需唔需要擔心要俾錢去做大維修？周轉有問題嘅時候，甚至可以選擇去賣樓幫你套現，扣除賣樓開支，得到超過100萬嘅現金。而租樓就冇可能問業主拎翻嚟交咗嘅租金。你又有冇諗過點解人人都覺得供樓要30年到夫妻先係解脫？正正就係呢個思維，令好多人覺得買樓只會成為樓奴。其實買樓夫妻住過世呢個概念之中，有一個真正嘅既得利益者，呢一個人就係你嘅遺產承辦人。正所謂人在天堂，錢在銀行，你係唔能夠喺死後帶走你人生中嘅一分一毫。你一生勞碌夫妻層樓嘅財富，你嘅遺產承辦人就可以喺冇任何付出嘅情況下就得到，佢只需要賣樓就可以將你嘅財富轉為成佢嘅現金，係幾咁可笑。如果你睇過樓都唔難發現，遺產樓賤賣分身家係常有發生。你應該問你甘唔甘心將你嘅人生交俾你嘅遺產承辦人，而唔係層樓。喺度我再同你講個小秘密，就係多數覺得買樓等於做樓奴嘅人都唔會買樓。但你問同一個人，佢又十分之希望父母係會有層樓俾到佢。而上面我講嘅遺產承辦人，多數係擁有父母遺產樓嘅仔女。呢種人只係唔想做付出嗰一方，同時又想做白嫖嗰一方。呢啲正正就係窮人思維。我希望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掌握自己嘅財富，更重要嘅係掌握自己嘅人生，而唔係終其一生為別人勞碌。所以你要知道，買到樓嘅你係唔需要將層樓夫妻再交俾人。接住落嚟，我會同你講翻作為上車客點解買到筍盤係咁重要。繼續用翻90按揭買400萬單位做例子，假設樓市係完全冇升跌，係嘅，你用400萬嘅筍盤價買咗翻嚟，你都係花51萬，負債都係367萬，但係只係你嘅交易價格，而唔係你買入嗰層樓嘅應有價格。筍盤代表你係比市價買平咗1至2成，當你係買平咗15%，代表你層樓嘅市價應該係400萬除以85%，係等於470萬，代表你喺市場上係可以以470萬賣翻出去。喺價值上你應該用翻470萬去計，而唔係400萬。你而家嘅資產值係足足有103萬，呢筆錢對你花嘅錢嚟講，足足多咗成倍。因為買賣物業本嚟就係一個本金大、槓桿都大嘅遊戲，好似我哋呢啲普通人嚟講，要翻工儲幾十萬上車又談何容易？但係只要處理得宜，喺樓市唔升嘅情況，你都可以即刻賺到超過1倍嘅錢。如果樓市同時升1成，你更加可以賺近100萬。想知點樣揾筍盤，都可以重溫翻我之前呢條片，了解更加多。同樣地，只要你處理不當，買入咗一個有日價嘅單位，只需要有1成嘅日價，其實你買入咗之後，實際上就係一個負資產，你就將你辛辛苦苦儲嚟嘅錢化為烏有。你又有幾多青春先可以揾翻你失去咗嘅財富呢？不過你即使買貴咗都唔驚，因為聰明嘅你都可能發現，我喺呢條片係完全冇講過未來嘅利息會減，同埋必然會發生通脹，因為呢啲因素都會令一個買貴咗嘅人慢慢儲到佢嘅財富。可能你都會驚買完之後繼續有排跌，即使買平咗，最後都要變負資產。喺呢一個話題嚟講，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了解更加多，我唔再喺度重複。同時，財富係會喺供樓同換樓嘅過程中不斷增加同累積，同時可以避免因為貨幣貶值而令你嘅財富萎縮。只要你有眼光嘅話，不但可以買到平價單位，同時買着樓市轉升嘅時機，你嘅身家就可以輕鬆暴漲。而家係減息週期，未來樓市升嘅機會係遠高於跌嘅機會。由於時間所限，我只好將利率點樣影響樓價嘅計算同概念留翻下一條影片再同大家分享。希望喺下星期繼續見到大家。如果你都唔想錯過我哋為你製作嘅最新資訊，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咁樣你就可以接收更多買樓賺錢嘅知識。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滿足到你內心嘅疑問，請你幫我點讚
同分享呢條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成為業主並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